爹，你看，怎么这么多的骸骨啊？哦，我听师傅说过，在几十年前，魔教十长老相约我们五岳派的高手来华山比武，到后来全都不知所踪。看来这些骸骨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师兄，你看那边。哦，师兄，这上面刻的全都是五岳派的剑法。不错。只是这上面的华山剑法，比师傅教我们的要精妙得多。看来这都是我们华山派失传已久的剑法。而且其他4派的剑法也比现存的剑法精妙了许多。师兄，你看那里。要破五岳派的剑法，谈何容易？莫非他们真的破了五岳派的剑法？真是如此。我一直以为华山剑法独步江湖，没想到这个洞里所刻的剑法真的是出神入化，精妙绝伦呢。就算再绝妙的剑法，一样会被破解掉。看来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灵山平之，今天的事情千万不能泄露出去，知道吗？知道。我们回去吧。啊，山儿，平之，你和灵山没什么吧？没什么呀。没事就好，回去吧。哎，你看灵山他。山儿，山儿，娘，爹，山儿啊，平之呢？我不知道。你看看你，都已经为人妻了，怎么还糊里糊涂的，连自己的丈夫在哪儿都不知道啊？灵山，你跟平之没事吧？没事啊，爹，你怎么会这么问呢？我是随便问问。那你们成亲之后，平之他对你好吗？爹娘，你们放心吧，平之对我一直都很好。那就好。爹。啊，对了，这么晚了，有事啊？我跟你爹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什么事啊？这件事事关重大，关系着我们华山派未来的兴衰。我美吗？原来采花大盗田伯光居然会怕跟我一起洗澡，不应该呀！切，田伯光当然不怕了。可我现在是出家人，不方便。你要走我就叫人说你对我不轨，我看你还能不能留在衡山派。哎呦，我的姑奶奶，
我怎么惹你了？你别害我行不行？你想怎么样？姑奶奶，怎么都行，不要让我犯色戒，不要，不要。你以为你真的很帅？啊？你以为我很喜欢你？啊？我只是想拿你当借口上嵩山。啊？喂，等一等！哎，等等！等！哎，你们怎么能这样就走了呢？那要不然呢？要走也要带上他呀。为什么？他是谁？你不认识吗？采花大盗田伯光。庵里那么多尼姑，万一哪个被他糟蹋了，哎，你们说什么呢？你们过意得去吗？我已经改邪归正闭嘴！了。不怕1万，就怕万一。好了，田兄，要不一块走吧？哦，哎，还有我，你又去干嘛？我去看着他呀。你们想想，你们都是大忙人，况且如果真的发生什么苟且之事，你们连看都不方便看，对不对？只有带上我，才是最明智的选择。走吧。掌门，这随便他们吧。请。晚辈莲湖冲拜见嵩山左掌门。灵狐贤弟风采不减当日啊！贤弟英雄年少就能出任北岳衡山派掌门，真是可喜可贺呀！晚辈继承定义师太遗命，接掌衡山派。我一心只想替他报血海深仇。等到大仇一报之后，我自然会退位。啊，灵狐贤弟，五岳剑派向来是同气连枝的。如果今天以后咱们五岳归一的话，定义师太的血海深仇就不光是衡山派的事了，也是咱们五岳剑派的事。华山派掌门到！岳掌门，岳夫人，左掌门别来无恙。岳掌门，灵狐掌门，何必行此大礼呢？我岳某可担当不起啊。冲儿，听说你当了衡山派掌门。你小师妹和平之日前已成婚。弟子知道。哈，各位，时候不早了，在下在后堂准备了丰盛的晚宴，大家赶快用膳，用完之后好好休息，明天起来再议正题。请。这么晚了，还有兴趣出来赏月色啊？岳掌门，明天的嵩山大会，我看左冷禅的意思是，将五岳剑派合并成一个五岳派。不知道您的意思是？那你呢？你又有什么高见？弟子认为，哎，不要再提弟子2个字了。如果你对华山仍念有旧情的话，那么就……是。您老人家的吩咐，晚辈一定遵从。其实也没什么好吩咐的，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让你明白：我们武林中人是非黑白，你就一定要分清楚。你可别怪我跟你师娘心狠，将你逐出华山，是因为你犯了武林大忌。虽然你是我们一手抚养大，同时你又是华山派的大弟子，但当时我却不得不那么做。是，师父师娘的大恩大德，弟子粉身碎骨也无以为报。哎，那天在灵鹫寺中，你我师徒2人居然兵戎相见，
我当时故意使出那几招来，其实是希望你回头是岸，重返我华山派门下。但是没想到，你太固执，太令我失望了。师父，那天的灵鹫寺是弟子不对，弟子知错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重返华山门下。我也不知道你说的究竟是真是假。现在的你贵为衡山派掌门人，发号施令是何等的风光自在啊！你又何必重返我华山呢？况且以你现在的武功，我也未必再当得上你师傅了。师父，那些武功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重返华山门下，从此以后，弟子会痛改前非，听从师父师娘的教诲。先起来，来。好了，这件事以后慢慢再商量吧。哦，瞧着天色也不早了，该回去休息了。好，师父，你也早点休息。嗯。承蒙各位好朋友赏脸，驾临嵩山，在下感激不尽。各位朋友来此之前，相信大家必定知道，今日就是五岳剑派同心协力归并为一派的大好日子。我们五派向来同气连枝，100多年来互相照应。我也当了10几年的五派盟主了。只是近年江湖中出现了不少大事，我和各派的前辈们都已经聊过了，大家一致觉得，如果不统一号令，合而为一的话，将来遇到大难，恐难应变呐。左盟主说和五大剑派的前辈师兄们商量过，不知道和谁商量过，我莫大反正是没听说。五岳剑派一定要合而为一。刚才说，江湖中近来出现了不少大事，其中一件，就是我五岳剑派竟然自相残杀，完全不顾同盟义气。莫大先生，我嵩山派弟子大松阳守费师弟，有人亲眼所见，在南岳衡山城外惨遭毒手，是你所为吧？左盟主说笑了，以我莫大这点微末道行，如何杀得了嵩山派的大松阳守呢？若是光明正大的打斗，你莫大还真不是我费师弟的敌手。但是暗施毒手的话，以你南岳衡山千变万化的剑法，再高的高手也难免要遭其所害。莫大先生，我们仔细查看了我费师弟的伤口，发现伤口都被刻意处理的血肉模糊，但是下手的部位可是掩饰不了的。这些不过是左盟主的妄加猜测罢了，做不得数的。我们五岳剑派合而为一，是近年来武林中最大的盛事。莫大先生，你也是一门的掌门，应该知道凡事以大局为重，私怨为小。只要有利于我们五派，个人恩怨都可以放在一边。莫大先生，你也不必太过着急。费斌是我师弟，但只要五岳剑派合而为一，咱俩也是师兄弟。死者已矣，活着的人不必再造杀孽。莫兄，你说对不对？好了，南岳衡山已经没有意义，不知道东岳泰山怎么想啊？泰山派，自从祖师爷东林道长创派以来，已经300多年，贫道无德无才，未能将泰山派发扬光大。但是，泰山派这300多年的基业，怎么说也不能在贫道的手中白白断送掉。并派的提议，恕贫道万万不能从命。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是天门道长的师叔玉体。我泰山一派3代共有400多人，怎能因为你一人的私心，阻碍了5派的大业呀？师叔，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指自从执掌泰山门户以来，有哪一件事不是为了本派的声誉和基业着想？我反对合并，无非是为了保存我们泰山一派，这怎么能叫有私心呢？5派合并，是我五岳剑派声誉壮大的日子。五岳剑派的弟子个个都跟着沾光，但是你，泰山派的掌门，恐怕轮不到你做了。这个掌门人我不做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是泰山一派绝不能在我的手上被别人吞掉。你说的倒挺漂亮，可是，在你的心里，你真的能舍弃掌门之位吗？你还是这么说？好，从现在开始，这个掌门人我不做了。你想要做，你自己做好了。你舍得？我为何不舍得？好，那就给我玉姬子吧。戒律了吗？你也亲眼看到，刚才玉姬师叔所做的一切了。不错，我的确是亲眼看到，你将掌门之位传给了玉姬师叔，推位让贤是件好事。既然玉姬师兄已是本派的掌门，你仗剑行凶对他无礼，这可是欺师灭祖、犯上作乱的大罪。是，刚才是我一时之气，可本派掌门之位怎么能够草草传授呢？就算是要传授，也不能传授给这个乌龟王八蛋！住口！污言秽语！你居然说出这种话，还配做掌门吗？就掌门退位，新掌门接任。这就是东陵祖师爷留下的神兵。他的遗言说：“剑此铁剑，如见东陵。”我们是不是应该遵从他的遗愿？掌门说的对，掌门说的对。意图天门，犯上作乱，误属门规，应该将他擒拿发落。来人！哎，看来是左冷禅预先安排好的陷阱啊。好，你们要打是吧？那就拼个你死我活！完了完了，这天门道人脾气暴躁，三言两语就着了玉姬子的道，他死定了。天门等人听令，本掌门令你们弃剑投降，难道你们要违背祖师爷的遗训吗？废话，你有什么资格做本派的掌门？泰山弟子听令，这件事情与你们毫无关系，只要你们弃剑归顺，本掌门一定既往不咎，否则严惩不贷。如果你敢在祖师爷的剑前立下重誓，发誓不会将祖师爷辛苦所创的泰山派淹没，我们拥护你做掌门人也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将泰山派出卖给嵩山派，那你就是我们泰山派的千古罪人，就算你死了，也没有脸面去见祖师爷。天门失职，这五岳剑派就是连嵩山也一样要除名。五岳派的五岳也包括泰山派在内，这有何不妥？你们这群叛徒，一定是受了左冷禅的收买。你们大家听着，要杀我可以，要我归降嵩山派，就是万万不能。你不听本掌门铁剑的号令，小心死无葬身之地。
各位忠于泰山派的兄弟听着，今日我们要死战到底，血溅苏山，死战到底，绝不投降。老子走遍天下，英雄好汉倒是见多了，不过像你们这样说话不算数的无赖狗熊，真是少见了。哼！你明明答应将你的掌门之位传给别人，怎么自己说过的话当放屁呀？你天门道人，我觉得你的名字应该改一改才对。就地门道人好了。你给我滚！这些是我们泰山派的门户家事，不用你来管。老子看不惯的事情就要管。今天是5岳剑派合并的好日子，哪轮到你这个臭鼻子老道在这儿舞刀弄剑、大呼小叫、放屁？偷袭，并非英雄之辈，敢问阁下尊姓大名？哪个弟子再敢多说话，我就打你的师傅！你这狗贼，要杀便杀，不要侮辱我！你这个臭牛鼻子，这点侮辱都受不了了，还当什么掌门呢？自己的经脉来冲开穴道，士可杀，不可辱。师傅，师傅，师傅。哎呀，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呀！玉姬道长，恭喜你成为泰山派的新任掌门。噗，不要脸！左冷禅竟然派青海一霄来对付天门道长，哼，太不要脸了！玉姬兄，那你看对5岳剑派合并之事意下如何呀？5岳剑派合并，对于我们5派上上下下只有好处，并无坏处。只有那些私心太重、贪图名利、不顾大义的人才会反对。左盟主，在下执掌泰山门户，对于5派合并之事全心全意赞同。我泰山派一定会在左盟主领导之下发扬光大。如果5派之中有谁反对，我泰山派绝不放过。泰山派全体赞成合并，如果有人妄持异议，我们誓不罢休。誓不罢休，誓不罢休。他们怎么说的这么轻？他们早就练熟了，要不然怎么每个字都会说的一模一样？好了，5派之中，东岳泰山，南岳衡山，2派已经同意并派，看来还真是大势所趋呀。那既然并派，百利无一害，我嵩山派自然是紧随其后，共襄盛举。5派之中已经有3派同意了并派，不知北岳衡山意下如何？衡山派前任掌门定义师太，
以前曾多次和在下商议合并之事，对合并之事，他可是极力赞成的。左掌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毕派前掌门在圆寂之前对合并之事是极力反对、痛心疾首的。现在他老人家已经逝世了，但是你以个人的意见强加在他身上，与理不合。你师父生前武艺高强，见识不凡，是五岳剑派中我最佩服的人。可惜呀，灵鹫寺中遭奸人所害。倘若他老人家依然健在，这五岳掌门非他莫属。可惜这位佛门女侠大功未成身先死，实在是可惜呀。左掌门，喂，左掌门此言差矣。定义师太曾经亲自跟我说过，五岳剑派之中，他最想推举做掌门的就是左盟主你呀。姑娘实在是抬举了。哦，左某不才，怎么能跟老前辈相提并论呢？相去甚远，相去甚远。哎，不过还未请教姑娘尊姓大名啊？哦，失礼失礼，在下便是名震江湖的五仙教教主蓝凤凰。当然了，现在五仙教只有我一个人了，所以教主是我，教徒也是我。啊，久仰久仰。久仰？不知道你是久仰我武功高强，还是见识不凡呢？通通久仰。那你真是过奖了。说到武功啊，我蓝凤凰算什么呢？只不过比你左掌门高那么一点点而已。是吗？当然了，定义师太也是这么说的。定义师太还说了，如果五岳剑派一定要合并的话，那能够做掌门的人，应该就是左盟主你呀。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前辈虽然这么说，但是在下还是不敢当。你先别高兴得太早了。定义师太说了，您呢非常不错，是一位英雄人物。不过可惜他私心重，心胸窄。如果让他做了掌门，弟子们全都要受苦。定义师太还说了，他说现在江湖上出了一位美女英雄，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见识不凡，足够当五岳剑派的掌门有余啊！不知是哪位啊？当然是我了。定义师太说了，我呢比起灵鹫寺的方正大师，武功和见识都有所不及，但是在五岳剑派当中，我最厉害了，没人能及。只有我当了掌门，才能够光大门楣。蓝凤凰，北岳衡山定义师太说的话，有谁听到了？丑八怪，你有所不知，当日衡山在场的几十名女弟子全都听到了。一玉师姐，是不是啊？是啊，左掌门，你说我们师父赞成五派合并这些话，又有谁亲耳听到了？衡山派的各位师妹们，刚才左掌门说的话，你们有听师尊提起过吗？没有听过。我想是左掌门自己捏造出来的吧。和左掌门相比，我想两位老人家还是推崇蓝凤凰多吧。对，大家都听到了，我蓝凤凰没骗你们吧？定义师太亲口跟我说，虽然五岳合而为一，但是泰山、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还有嵩山，各处东南西北中很难真的合并在一起的。所以呢，特地请我分驻五山，每年呢在这儿住2个月，在那儿住2个月，然后再去你那儿住2个月。逍遥自在啊！岂有此理！我大功告成之后，我杀了你这个贱女人，我誓不为人。哎呀，
不对，我要是每天都忙于公务，那我就没有时间成亲了。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决定了，5派还是不要合并了。说得好。莲湖掌门，你执掌北岳衡山派门户，对旗下弟子不严加约束，任由他们在天下英雄面前胡说八道。南风，快回去。左掌门，十分抱歉啊，这位姑娘虽然心直口快，但她绝不是造谣之人。我们前任掌门定义师太所传的遗言，由她转述出来，应该会比不是本派的人转述更为可靠啊。北岳衡山派对5派合并之事是赞成了。我们衡山派并不是不赞成5派合并，只是华山派的岳掌门是在下的昔日恩师。现在我虽然已经改投别派，但恩师昔日的教诲，在下不可忘记。这么说你是听岳先生的了？不错，我们衡山派决定与华山派并肩携手，共同进退。岳先生，哎呀，岳大掌门，衡山派的灵狐掌门以你马首是瞻，那不知岳大掌门对合并之事怎么看？谢盟主垂询。在下也曾对这件事仔细思量过。我华山派近100年来也发生过剑宗气宗之争，当年的2宗之争残杀的惨况，我至今想起仍然觉得不寒而栗。所以我觉得，如果武林各派避除己见，那么江湖上就会少许多杀戮，英雄豪杰也不会英年早逝，更不会多一些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善哉善哉，岳掌门的这番话真是宅心仁厚啊！武林中如果人人都像岳掌门这么想，一场腥风血雨就会消弭于无形之中。方丈您过奖了。既然历代高明人士他们都知道门派之间为祸甚大，但又为什么不想出个办法来将其铲除？在下不明白之余，也曾经苦思多年，直到最近我才恍然大悟啊，而找出了其中的关键所在。这件事也关系着武林同道的生死祸福，我现在愿意把它说出来，还希望大家指教。岳先生，您请说。岳某就发现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一个吉字和一个贱字的分别。历来有心之士往往因为操之过急，他们很想把门户派别之戒将其铲除，但却没有想到因此积重难返。各位想一想，各个门派大者数十，小者过百过千，哪个门派没有数十年、数百年甚至1000年的历史？如果想把他们一举铲除，简直是难如登天呐！那听岳掌门的意思，要消除宗派门户之别是绝不可能的了。也不是不可能。岳某已经说过了，事是有缓和急之分。只要各门各派愿意同心协力，各抒己见的话，那在下相信不出50年或者100年，那必定可能达到天下大同的目的。50年、100年，我们这所有的英雄好汉全成了白骨。就算我们有生之年看不见，又有什么好可惜的呢？正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更何况50年到100年，那是期于大成。只要我们努力花上个10年8年的时间，倒也可以略有小成。 10年8年可以，等得到，那怎么进行呢？只要各门各派依照地方的远近和武功的相似度，首先大家交好，然后再进行合并。我相信用不着10年8年，大部分的门派都可以合而为一了。而我们五岳派的合并，正好可以作为他们的一个典范，更可以成为武林千古以来最大的盛举。
原来华山派也赞成五岳剑派合并啊。掌门说过，咱们衡山派与华山派把守是一，如今岳不群答应，那我岂不是？听岳掌门这么一解释，我终于明白了，我们五岳合并对江湖有如此重大的意义。不错，而且我们五派合并之后，最重要的就是绝对不能跟其他的门派争一日之长短。我们并派的目的就应该着眼于西征解分这4个字上。听明白了，这么说华山派是同意合并了？当然了。还有北岳衡山的灵狐掌门，他曾经与在下有着20多年的师徒情谊。如今他虽然已离开我华山派，但他对华山的恩情始终念念不忘。他就曾经和在下说过，愿意和华山同为一派。而是五派合并之后，我可以和师父师娘在一派之中。恭喜岳掌门、灵狐掌门，从今日起又重新同门一派了。哎呀，真是天大的喜事啊！不妥不妥，这件事儿非常非常的不妥。想当初我们把衡山掌门让给令狐冲的时候，我们是有条件的，一定要给定静、定义2位师太报仇。现在大仇没报，怎么能合派呢？令狐冲，你要做不好这个掌门，不如让给我吧。哎，不行，你这个女人就别在这捣乱了，赶紧给我滚下山去！我怎么了？你真是太好笑了！你们嵩山派千方百计要把五派合并，现在衡山最大的美女英雄站在这儿，你就叫我滚下去？好，我这一滚，所有衡山派的大英雄、小英雄全都跟着我一起走，到时候你就剩下4派，搞4派合并吧。我们走。哎，有话好商量啊！莲湖掌门，咱们练武之人一诺千金，你答应我岳先生要听他建议的，怎么能一走了之呢？冲儿，你我2人情同父子，你师娘更加对你不薄，难道你不想言归于好吗？师父，我怎么会不想跟你言归于好？师父赞成五派合并，我也不敢抗命，只是2位师太的血海深仇，2位师太惨死，人人都觉得可惜。只是我五岳派今日刚刚成立，所以衡山派的事就是我岳某人的事，我一定集结5派之力，全力捉拿这个凶手。冲儿，你就放心吧，就算这个真凶是5派中最顶尖的人物，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如果岳掌门肯出面主持大局，为衡山2位师尊报仇，那我们衡山派上上下下都会感激万分的。好，岳某就向各位保证，3年之内，我岳某人一定查出这个真凶。族长，我师父所说的诺言，你同意吗？啊，当然同意。好，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北岳衡山对5派的合并就毫无意义了。好极了，好极了，那咱们大家就先回座位吧。既然5派意见一致，那么从今日起，江湖上再没有5岳剑派，5岳剑派的门下弟子，通通成为新5岳派门下弟子。哎，算了算了算了，既然你们大家非要将5岳剑派硬塞成5岳派的话，那我蓝凤凰也只好顺理成章、信口开河，勉勉强强就答应了。不过谁做掌门呢？啊？谁呀？不会是我吧？是我也行，可以啊。哎，咱要点脸行吗？啊，谁说推举你做5岳派掌门人了？灵狐掌门，这个女人在这里捣乱，你都不加以管束一下吗？等等，你刚才叫她灵狐掌门，那你就是推举令狐冲当掌门人了？好，我同意。哎，不是，误会，我不是说推举令狐冲做掌门人啊。那你就是让我做掌门，
可以。姑娘，你话太多了，一个人在这高谈阔论，视天下英雄为无物，能不能让大家发表下意见？行，当然行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哎，这女子在这胡说八道，啊！大家不要在意啊！每个人都大胆地发表下意见啊！你放屁！你才放屁呢！五岳剑派同气连枝，联手结盟，向来都是我们左掌门担任盟主。左盟主率领五岳剑派以来，声望日隆，所以五岳剑派合并顺理成章，还是应该由左盟主担任。嵩山兄弟，你的屁好臭啊！你说什么？五岳剑派合并呢，是推陈出新的盛举。那这个掌门人自然也要除旧更新，选一个新的嘛。我看从年龄最小的做起怎么样？哎，我就推举这位小尼姑做今日掌门人，大家说怎么样啊？五岳掌门推举应该由德才兼备的前辈来做，岂能轮流来做这么儿戏？才德兼备。说到才德兼备，当今武林没人能比得上方正大师，啊！胡说八道！贫道再也不能容忍了！贫道再也不能容忍了！我和你都分属同门，你要和我动手的话，那就是自相残杀。那是因为你废话太多了，神憎鬼厌。五岳派如果没有你在这儿，耳根子都清净。废话，臭道士啊！你说有利于五岳剑派前途的好话，难道不应该说吗？狗嘴里怎么能吐出象牙来？你说的对，你绝对吐不出象牙来。我们五岳剑派找谁做掌门，是关乎本派前途，还有武林好祸福的大事情。小女子苦口婆心的，无非就是想找一个前辈高人做我们的掌门人嘛。你居然想找一个给了你3千两黄金，还有4个美女的人做掌门人？岂有此理！你再敢胡说八道，我定叫你血溅当场！你已经用卑鄙的手段害死了你们派的天门道长，你还想继续害人？我差点忘了，残害同门一向是你惯用的伎俩。你再敢上前一步！我再上前一步怎么了？我还多上一步。这里是嵩山派的地方，不是你玉姬子私人的，你别乱来啊！岂有此理！是想让他推举你做掌门，你现在又把他双手给砍断了，你想杀人灭口！我要是再迟片刻出手的话，他早被你双手上涂的毒给毒死了，还有命吗？你还在这说风凉话！左盟主，你又自作聪明了不是？我刚才拉着玉姬子，那是想跟他开玩笑嘛。今天是五岳派开山立派的好日子，哪会有人在这杀人这么荒谬呢？反倒是你出剑这么鲁莽，你脑子简直是糊涂啊！你看，你把人家玉姬子双手都给砍断了，你害得他现在两袖清风，两手空空的，你觉得他以后怎么做人啊？啊？大家分属同门，有事情应该好好商量啊，何必下手这么狠毒呢？怎么蓝凤凰今天说的每句话都正中左冷禅的要害？他不可能突然间脑子变得这么清醒，一定是有人暗中指点的。
左冷禅啊，左冷禅啊，你这个人不仁不义，不智不勇，不三不四，你凭什么做掌门？不过不要紧，大家不用担心。师兄，自古英雄出少年，我现在呢就推举一位剑术无双的少年英雄做掌门。你们要是有谁不服，可以跟他比比剑术。灵狐少侠，他现在是衡山派的掌门人。他和华山的岳先生呢，以前是师徒关系。他和南岳衡山的莫大先生呢，又是好朋友。哎，那至于泰山那帮道士呢，相信多半也不是蠢材吧，自然是拥护的多，反对的少。那现在5派之中，已经有3派都赞成了。5岳剑派，应该人人都用剑吧？那自然是谁的剑术高，就应该谁做掌门。我说的没错吧？左冷禅，你要是不服的话，可以跟令狐冲比比剑术，这就叫比剑夺帅。好啊！哎，来，比剑夺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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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左某准时在此恭候大驾。我倒要看看谁才能够技压群雄，夺取掌门。真是没想到，今日能在这里见到你，我就觉得奇怪。今天这个蓝凤凰说话说得头头是道，原来是你在背后指点他。我知道今天事关重大，所以我就打扮成这样来嵩山助你一臂之力，让你当上5岳派的掌门。说老实话，看你穿这身尼姑装，我还真有点不适应。哎，你别忘了，你是魔教的圣姑，是所有正派人士的死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危险啊？为了你，我什么都不怕。你知道吗？这些日子，我很想你。冲哥，我早就料到封禅派推举5岳派掌门一定波澜重重。你看这岳不群，狐狸尾巴马上就露出来了。我也没想到，我师父会赞成5派合一。你师父就是利用你这个弱点，用昔日的师徒之情来打动你，让你对他没有戒心。其实岳不群比左冷禅更有心机，左冷禅只不过是个小人，而岳不群却是伪君子。你是说我师父他会利用我？我师父，师娘。我们能进去吗？当然可以，请进。冲儿啊，我知道你可能对今日之事有些误会，所以我们来是想跟你解释一下。你可能认为我是想利用你登上5岳掌门之位，你错了。其实我有逼不得已的苦衷啊。是啊，冲儿，目前的情况你也应该看得很清楚。莫大先生被左冷禅用废兵之死威胁着，而泰山派上下也被左冷禅给收买了。再加上嵩山派的势力，也就是说5岳派合并已成定局。不错，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我也只能将计就计。只要左冷禅不让他登上掌门之位，就可以把他多年来处心积虑的阴谋给粉碎掉。至于由谁来当这个掌门人都不要紧。其实我倒认为，以你现在的武功，这5岳掌门之位就该由你去做才对。师父，我根本就不想做5岳派的掌门。哎，我知道，但大势所趋，恐怕你想推都推不掉啊。明天比剑夺帅是非常重要啊，你一定要竭尽全力打败左冷禅。既然事情都已经解释清楚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好，我送你们。你相信他说的话吗？可是我师父说的都是事实。我不相信。莹莹，我知道你关心我，可是你也不需要那么多疑吧？那好吧，那你要答应我，明天全力以赴，坐上5岳派掌门。
放心吧，我会的。各位，五派得以合并，有赖各位的鼎力支持。而掌门这一席位，大家也同意比武决定。不过，刀剑无眼，若是伤人性命，那就大伤同门义气。所以，该用什么样的规则，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还望各位各抒己见。依在下愚见，不如就请灵鹫寺的方正大师、方生大师和青城余观主作为今日的见证，谁胜谁败，就由他们3个来做决定了。善哉善哉，只分高下，不决生死，那最好了。为了公平起见，每派只派1名代表，要不然不知要打到什么时候。左冷禅，那个什么玉姬子已经被那个不左不右的掌门人弄得变成残废可怜虫了，怎么比武啊？哎呦，什么？我忘了，还有双脚啊，可以用飞脚踢人。你这个幼女，好，害我师兄变成了残废，还敢说风凉话？有种就出来跟本道长来个单打独斗！他骂你妖女啊！别废话。那泰山是不是派你做代表啊？不错，本道长还要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泰山派的精妙剑法。我呸！就你残害同门，人品都如此低下，只怕你的剑法也是低下的。我什么？你打他呀！我觉得这位姑娘说的也有道理。泰山派武功的精髓，想必阁下知道的并不多，不如别在这浪费大家时间，光说不练了。阁下真是大言不惭，一定是对 B 派的武功了如指掌了。泰山派的武功博大精深，我想不会是你这种残害同门的卑鄙小人所能领会得到的。秉之，不得无礼。岳掌门，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徒弟、好女婿，竟然连泰山派的武学都不放在眼里，在此胡乱批评。道长，你怎么知道他是在胡乱批评呢？那好，我就用泰山派的功夫来会会你的高招。哼，贵派的武学，玉庆子一向十分佩服，但是想不到，这华山派的人，居然会用泰山派的剑法，啊！这我可是第一次听说。我爹要做五岳派的掌门人，自然要对每一派的武功都了如指掌，否则，就算是技压群雄，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五岳派掌门呢。岳不群也想做五岳派掌门，那还用说？小女不过是信口开河，各位可千万不要当真呐。原来岳掌门已经精通了五岳派所有剑法，这可是五岳派创派之大事。今天，我倒要向姑娘请教一下泰山派的剑法。好。
施主，施主，慢点，施主。月姑娘使用的的确是泰山剑法，玉庆子道长，你输了。冲哥，这几招泰山剑法是你教他的吗？我知道，石洞里的秘密终于被他们发现了，他们所有的招式都是从石洞里学来的。岳先生，您精通五岳剑派各派剑法，实在是武林中前所未有啊！莫大先生过奖，岳某真是愧不敢当。岳先生，莫大潜心研修本门剑法多年，有很多不明白之处，还望岳先生不吝赐教。莫师伯，侄女胡乱学了几招南岳衡山派的剑法，想请教莫师伯，还望师伯手下多留情啊。好，好，自古英雄出少年啊！要是侄女打不过师伯，再由我爹爹下场，可好？好，请。还望莫师伯承让。要不是莫大先生手下留情，这月姑娘早就送你了。其实小师妹她的武功一点都不高，只不过她使出了失传了的五岳剑派剑法，所以这个玉庆子算是输得不明不白。怎么会这样？这一招就是当年那石洞之中，魔教长老破衡山派的剑法之一，只不过他们当时用的是铜锤，小师妹用原石来代替。爹，爹，人家莫师伯分明是让着你，居然敢将莫师伯打伤！莫师兄，小女不知轻重，将您打伤，还请莫师兄多多见谅。将门虎女，果然不凡。月姑娘，我来领教你的衡山派剑法。
好狠毒的女子！别说了，快点把她扶过去！啊，对，来，这样走。来，坐这。拿止血药。好。山儿，你以泰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的剑法力败3派掌门，你也真是难得呀！不知他性命如何，只要他能不死，我便。灵狐兄，抱着。天助我也！本来我之所惧，不过就是令狐冲这个后生小子。如今他自甘伤于小姑娘剑下，则5月中再无可虑之敌。原以为华山派以紫霞气功闻名，今日方知华山一派在岳先生的精心钻研之下，连衡山、泰山、衡山诸派剑法也都通晓，不但通晓，而且精绝，实在令人赞叹不已。这5岳派掌门一席，只怕是要……岳姑娘以一身而能精通我5岳之4派剑法，实属稀奇可贵。倘若再以嵩山剑法赢了我手中长剑，我们当以岳先生为掌门。左师伯，我只出13招，13剑之内，倘若胜不得左师伯，那……倘若你13招胜不了怎么办？侄女哪能是师伯的对手？只是我从爹爹那里只学了13招嵩山派的剑法，所以就想在左师伯面前印证印证。爹说这13招剑法博大精深，但是已经失传许久，想必左师伯也未曾见过，所以侄女就想将这13招在左师伯面前使一遍，也不知道能否如愿。哼，别说是13招，我要是让你使上3招，姓左的已然面目无光。请吧。这是什么武功？爹爹可没教过。算了，事已至此，怕也没有用。左师伯，还望你手下留情，侄女献丑了。什么招数？想把4个正派17种剑法之中，4个没有1招比得上，这可奇了。嵩山剑法如此奇妙，过了此刻，日后只怕再没有机缘见到。伤了他很容易，这些剑法却再从何处得见？但我不容他继续使下去，又显得左某人奈何不了华山门下一个年轻女子，我脸面何存？左师兄，已经第13招了。多谢左师伯承让，让侄女在你面前班门弄斧，使了13招嵩山派的剑法。13招，不容易，很好。各位，刚才大家都看见了吧？左掌门神功盖世，而且
雅量高致，博大能容。这位岳大小姐学得了我们嵩山派的一些剑法，便在她老人家面前妄自卖弄。左掌门只等她技穷，这才一击而将之制服，足见武学之道，贵精不贵多。无论哪一门哪一派的功夫，只要练到了登峰造极之境，皆能在武林中悄然的自立。刚才这位岳大小姐仗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当别的门派同道练剑之时，暗中的窥看，偷学到了一些皮毛，便自称是精通五岳剑派的各派剑法。其实啊，每门每派的剑法都有各自秘传的师门心法，仅学到一些招式的外形，又如何能说到精通二字？偷学别派的武功，乃是武林大忌呀！好，废话不多说了。刚才玉庆子和莫大先生分别败在了岳大小姐的手下，而岳大小姐又败在了左掌门的手下。所以，五岳派合并之后，掌门一席，非左掌门莫属。而由此可知，一家之学练到登峰造极，总比那些贪多嚼不烂的大杂烩要高明得多。有左掌门出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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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公平起见，五岳派之中，若有谁能够自信胜得了我们左掌门的，便请出来一显身手。好，既然没人愿意出来的话，那就说明左掌门是众望所归。那就有请左掌门出任五岳派掌门一职。五岳派中人才济济，左某何德何能，实不敢当此重任。五岳派掌门一职位高任重，还请左掌门勉为其难，替我们五岳派众弟子造福。请掌门登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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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各位推爱，左某若再不答应担此重任，倒显得过于保身自爱，不肯为武林同道出力了。左师伯，你震断了我的长剑，就这样便算是五岳派的掌门人了吗？天下英雄在此，大伙说好了比剑夺帅。若岳小姐能震断我左某长剑，大伙儿奉岳小姐为五岳掌门。要胜左师伯，侄女自然无此能耐。不过，在五岳派中，武功比左师伯高的人，未必没有。那么以岳小姐之见，在五岳派中剑法武功在左某之上的，是令尊呢，还是令堂呢，还是尊夫啊？我夫婿是晚辈，他的武功跟左师伯相比，自然是要稍逊一些。而我娘跟您相比起来，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至于我爹，想来他的剑法跟左师伯相比，还要稍稍高明一点。岳先生，令爱对阁下的武功倒是推崇的很呐。小女口没遮拦，左师兄千万不要当真。岳某的武功比起方正大师、方生大师，还有其他五岳派的高手，可以说是望尘莫及啊。那比起来，在下是略胜一筹喽。不敢。其实嵩山派和华山派的武功，大家都各有所长。在下也一直很想跟左盟主讨教，只是今天的五岳派刚刚成立，
连新的盟主都还没有选出来呢。如果岳某人在这个时候和左盟主切磋武艺的话，那么天下英雄就会认为我岳某人有心想夺掌门人这个位置，那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了吗？岳兄，只要能胜得了我手中长剑，这5岳掌门之位就是岳兄你做了。不，武功高的未必品格也高，就算岳某的品格高过左师兄你，也未必高过在座其他的5岳派高手。岳兄江湖人称君子剑，君子2字人所共知，至于剑法嘛，却是耳闻者多。今天就请岳兄在此露一手，也好让我们大伙儿开开眼。岳掌门，满口仁义是没用的，拿点行动出来吧！上台比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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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拿出点招来！你岳不群不知如何学得了5岳剑派一些失传的绝招，本来可以攻我一个不备，但偏偏棋错一招，让女儿先耍了出来。我既有准备，你又奈我何？今日若不当着天下豪杰的面前，将你这伪君子打得从此抬不起头，我这5岳剑派掌门又如何能坐得安稳？上台比剑！岳兄，天下英雄都想一睹岳兄风采，给个面子吧。既然左师兄都这么说了，岳某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今日你我已分属同门，大家切磋武艺，点到为止，如何？兄弟我自会小心，尽量不伤到岳兄就是了。刀剑无眼，刀剑无眼，刀剑无眼，刀剑无眼。刀剑无眼，难免有死有伤。这话说得好。华山派的弟子都听着，我和左师伯只是比试武艺，绝无个人恩怨。如果左师伯失手杀了我，或是不小心将我打得重伤，那也只是在激斗之际不易拿捏分寸，大家千万不要对左师伯怀恨在心，甚至去嵩山派门下滋事，而坏了我5岳同门的义气。弟子遵命。岳先生深明大义，以本派义气为重，那是最好不过。我们5派合一本来就是件十分艰难的大事，倘若因为你我论剑较技而伤了和气，让5岳派的同门大动干戈的话，这岂不是与我们并派的目的背道而驰了吗？好，很好，此人已心生怯意，我正好趁势将他一举制服。刚刚流了很多血，灵狐大哥，你好点没？没事，我只是一时大意而已，你们不用担心我。
在已经残废了。刚才我就说过，刀剑无眼，所以左师兄可别怪我。你没事吧？左师兄，你的辟邪剑法练得不错。宣判灭了吧！哎，大丈夫言而有信，既然说好是比剑夺帅，岳先生武功在我之上，我们就应该封岳先生为掌门。师兄，我们走。在下和左师兄比试武艺，原本大家说好点到为止，但是左师兄的武功实在太高了，在下在危急之际为求自保，因此失了分寸，而将左师兄的双眼打瞎，在下心头觉得十分的不安。但是我保证，一定遍寻名医，为左师兄医治双眼。请岳先生做掌门，请岳先生做掌门，请岳先生做掌门，请岳先生做掌门。既然大家都如此抬举，岳某也就不好再做推辞了。我们五岳派今日刚刚成立，正所谓百废待举，岳某也只能是总领其事，所以南岳衡山方面就由莫大先生继续主持日常事务，北岳衡山方面就由灵狐掌门继续主持日常事务，泰山方面就由玉庆子道长主持。至于嵩山，由于左师兄双眼不便，就烦请陆师兄从旁协助左师兄，二人联合主持日常事务。从现在开始，就由岳某暂时执掌掌门人之位。不过派中的大小事务，还需各位从旁协助，从长计议。现在天色已晚，我想大家都已经累了吧，请到嵩山本院休息。岳某将设下盛宴，款待各位。于沧海，今晚3更，我在这里等你。灵狐少侠，两位大师，晚辈有礼了。灵狐少侠，你伤势如何？伤势已无大碍，多谢两位大师关心。灵狐少侠，这是我们灵鹫寺的金创药，现在送给你，希望你早日康复。多谢方丈大师关心。本座明白少侠的心，既然事已至此，少侠无需自责。灵狐少侠，所谓人心难测，害人之心虽然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以后你要小心一点。伪君子往往比真小人还要可怕。方正大师，方生大师，岳掌门，请两位到嵩山本院用膳吧。岳掌门，多谢了。我与方生师弟还有事要办，不便久留。恭喜岳掌门荣任。多谢二位。告辞。请。冲儿，你的伤没事吧？放心吧，师娘，没事的。不如你就留在嵩山本院疗伤吧，这样也可以给你师娘叙叙旧啊。师父，我想回衡山养伤，等我的伤好了之后，
再去拜会师傅，还有师娘。那也好。你小师妹真是的，怎么出手还像以前那样不分轻重啊？虫儿，你回到衡山之后，可要好好的养伤哦。啊？好好养伤。伪君子。你的伤好些了吗？没事了。大师哥，什么都不用说了。灵山，我走了。掌门，我们现在是马上下山，还是留在这里住宿？我们先在这儿住一晚，明天一早下山。我暂时不想看到嵩山、华山两派的人。好啊，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哎，既然没事了，那我先走了。各位，后会有期。我也走了，自己保重。今天我看见岳不群用针刺下了左冷禅的双眼，我敢肯定，他就是杀死师傅的凶手。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行，我们还是赶紧告诉灵狐大哥，让他帮两位老人家报仇吧。先别急，一来掌门他伤势未好，二来他与岳不群怎么也有师徒之意啊。我担心他。你担心他为难是吧？这件事儿，过些日子再说吧。是谁？我乃五岳派掌门岳先生座下弟子林平之。林少侠，你深夜上风扇台，不知有何贵干？我约了人在这见面，请恕打扰。林平之。哦，原来你约了这么多人在这儿埋伏。你以为你想以多取胜，我会怕你吗？衡山派各位师姐今天晚上都在这里露宿，林某人真的是不知情。哼！于沧海，你给我听着，你与姓林的有什么恩怨，不关我们衡山派的事。你们愿打愿杀，悉听尊便，我们就当看热闹了。那就好。于沧海，于沧海。你给我听好了，在不久的将来，我会让你们青城派在整个江湖烟消云散。大言不惭！狗贼，你为了抢夺我们林家的辟邪剑谱，不惜杀了我爹娘，这笔债，我一定会让你血债血偿。好，好一个血债血偿！你杀了我的亲生儿子，这笔债我也要血债血偿。你别以为在岳不群的包庇之下，我就不敢杀你。于沧海，我今天不杀你，我要你亲眼看着你的死期一天一天的到来。
几位客官，请问来点什么？给我们一些馒头，还有一些素菜。哎，好嘞。冲哥，我今天看林平之的剑法，觉得很奇特，还有他的身形，跟岳不群还有东方不败都很相似。难道师傅还有林师弟都在练辟邪剑法吗？辟邪剑法，这套剑法本身就邪得很，当今世上只有丰太师叔一个人可以破解。这样，你们在这等着，依琳跟我去看看。哦，好。一玉师姐，麻烦你出手救我师妹吧。我们跟姓余的已经说好了，要置身事外。小师妹。我们走啊。你自己走吧。那你要去哪儿？你刚才管过我的死活？小师妹，你没事吧？谢谢你们救了我，告辞了。你去哪儿？我去嵩山找我爹。哎，几位客官，来，楼上请。
请问几位客官要吃点什么呀？给我们来些素菜。好嘞。灵狐兄你好。你好。小二，哎，来了，请坐吧，客官。你这位灵师弟身上怎么涂了那么多香料？哎，好嘞，您稍等啊。你就是人豪啊！当日杀我全家的时候，你也在场。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你。老子就是于仁豪，那又怎么样？青城四少，英雄豪杰。不过依我看，你一点豪杰气概都没有。上面那位灵狐兄说，野猪狗熊，青城四兽。不过依我看呢，说是禽兽太抬举你们了，你们应该叫做禽兽不如。这么多的朋友都在吗？啊？林老弟，我帮你把夫人带来了，她刚才迷了路，幸好遇上了我。是吗？所谓知恩图报，我帮了你这么大的忙，林老弟，你怎么报答我呀？你希望我怎么报答？很简单啊，对林老弟而言，那只不过是举手之劳啊！啊，我只是想借你林家的辟邪剑谱看上一眼，看完了立刻就还给你。这位青城派的于观主也很想看我们林家的辟邪剑谱，他就看到了。嗯，真的？恭喜了，于观主，你真的看过了吗？不错，在下的确从头到尾每一招每一式都看过。不过听说这辟邪剑谱被华山派的岳不群拿走了，你到底怎么看到的？我没见过那剑谱，不过我看到了用那套剑法的人。听说辟邪剑谱有真有假，林远图的后人就学了一套假的辟邪剑谱，那些个三脚猫的功夫，用起来简直是个笑话。不过你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呀？这我就不知道真的假的了。枉你为一派宗主啊，怎么连真假都分不出来了？辟邪剑法真的假的，在下真的分不出来。不过穆大侠你见识高明，我想你应该分得出来。只要我看到，一定能分出来。好啊，你现在就睁大眼睛看好了。现在你见识到我们林家的辟邪剑法了吧？小子，不要乱来！你夫人还在我的手上。枉你还是成名多年的江湖人物，竟然无耻到这个地步！如果你现在不想死的话，就给我跪下，磕3个响头，叫我3声爷爷。我或许可以让你多活1年，1年后我再来找你。你说你这小子啊！当日在衡山城，你扮成驼背，向我磕头，叫我爷爷，要你爷爷我教你武功。爷爷不教你的武功，
你转身就投到了岳不群的门下，终于让你骗到这个老婆了。平之，恭喜你大仇得报。可是现在你的眼睛中了毒，必须马上清洗才行啊！走开！平之，你睁开眼睛，必须赶紧清洗才行啊！小师妹，这是我衡山派的治伤灵药，给他擦擦吧。不用，谢谢大师哥。我姓林的是生是死，用不着他来操心。平之，衡山派的治伤灵药天下有名。再说，难道大师哥他不？难道他什么？他对你那么好，你又那么喜欢他，那你跟着他呀！闭嘴，姓林的，这么无耻的话你也说得出口？你说谁无耻？姓于的、姓穆的，他们为了抢夺我们林家的辟邪剑谱，杀害了我爹娘，但也不是江湖恶人的本色。可是你爹呢？每一次都用那么阴险奸诈的手段，他才是最卑鄙无耻的人。你在说什么？哪有这种事？贱人！李明之，你们父女俩串通引我上钩，堂堂华山派岳掌门千金大小姐，为什么要委身嫁给一个穷途末路、身无分文的小子？还不是因为我们林家有辟邪剑谱？现在剑谱已经得到了，你可以不用我姓林的了。我岳灵珊如果有半点这种用心，让我不得好死，让我天诛地灭！鬼知道你们什么用心！你们父女俩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无论你怎样想，你将来自会知道。平之，我们回华山去吧。回去我替你疗伤，不管会变成什么样，不管你的眼睛能不能治好，我岳灵珊对你的心都和以前一样，不会有任何丝毫的改变。如果我对你三心二意的话，那就让我比于沧海死得更惨。我告诉你，不要再对我花言巧语，我不会再相信你了。平之，我求求你，我们去看大夫好不好？陪我去看大夫好不好？平之，小心。你在担心岳姑娘？有很多事情，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你怕岳姑娘被林平之欺负吗？他们夫妻俩之间的事情，哪轮得到我这个外人来管？那你是怕青城派去找他们麻烦？他们两个现在都受伤了，如果青城派现在找他们报仇的话，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去救他们。如果我们贸然出手的话，我怕会影响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怕影响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只是原因之一吧。
你心里的顾忌是怕我会不高兴。别这么想，我怎么会不高兴呢？这样吧，明天一早我们就赶路，跟在他们后面，暗中保护他们。如果他们有危险，我们马上出手相救，好吗？好。一玉，你先回去吧，我跟莹莹办完事之后，马上就回去了。是，掌门，一路平安。任姑娘，保重，后会有期。路上小心。走吧。冲哥，既然我们要暗中保护他们，不如我们乔装打扮一下，免得被他们认出来。好主意，可是我们要扮成什么呢？跟我来。老爷，去外面看看，是不是黄鼠狼进来偷鸡了？大黑在叫呢。这大黑也不叫了，没事儿。我是怕那黄鼠狼啊，像你年轻的时候一样，半夜三更的跑进我房间，还给我带块烧肉吃。那婆婆说你呢？说你呢？你还笑？那晚你可风流了，还都有了身孕，让我爹知道了，打了我个半死。哎呀，要不是你有了身孕呐，你爹啊哪儿肯让你嫁给我这个穷光蛋啊？哎，这一眨眼都10几年过去了，哎，你看，这孩子都长那么大了，嘿嘿。哎呀，总算熬过来了。来，喝一杯。你喝吧。好。嘿嘿。怎么样，还是一样潇洒吧？不错啊。好看吧？来，把这给我。谢谢。我觉得我们两个看来看去都不像一对兄妹。那像什么？我觉得吧，就像刚才那对老公公老婆婆一样，像一对真正的夫妻。你们黑木崖有没有养狗啊？干什么？没什么。以后我要是摸黑到黑木崖去找你的话，我就要带块肉去喂狗。没正气。莹莹，我是说真的，你为了我连性命都可以不要，我是真心想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你想，如果我们可以避开武林中的腥风血雨，像神仙一般的生活，那就好了。我觉得这样很好啊，我很开心。最起码我知道，你心里只有我。平之，喝口水吧。我姓林的对你们华山派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你走。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总是怀疑我爹，想谋夺你林家的辟邪剑谱。算来，当年你刚入华山派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辟邪剑谱。我们对你，怎么会是别有用心呢？我们林家的辟邪剑谱闻名于天下，
当日于沧海穆高峰在我爹身上找不到，就来找我。你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不是你爹跟你娘的教唆，你怎么会跑到那么远的福州开什么小酒馆？还有那个姓于的小子，其实当日你的武功早在他之上。只可惜了我这个瞎了眼的混蛋，这种三脚猫的功夫还学人家打抱不平。也不想一想，你爹娘把你视作心肝宝贝，他们怎么会舍得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出来抛头露面，做一些提酒端壶、低三下四的动作？当年，爹只是要二师兄一个人去福州，是我自己太任性了，死活都要跟着去的。你爹管教徒弟甚严，如果他觉得不妥，即便你跪上3天3夜，他也不会允许。其实你爹是信不过你二师兄，让你过去暗中监视的。不管你信不信，在去福州之前，辟邪剑谱这4个字，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爹只是说，大师哥他打伤了青城派的人，双方有所误会，而青城派又打算大举东进，可能会对我们华山派不利，所以爹才会派我和二师兄去监视他们。好，就算你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你觉得有意义吗？你觉得我林平之到现在这个地步，你跟着我还会有幸福吗？你我虽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你现在应该还是处子之身吧？不如这样，你现在就去找你的那位大师兄。平之，我对你的用心是怎么样的？你难道现在还不明白吗？我对大师哥就像是亲哥哥一样，就像是亲哥哥一样的敬重。自从你进入了华山之后，我日夜思念的只有你一个。我对你的心意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不管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你确定你说的是真的？真的。我将来变成什么样子，你确定都跟着我？不管你将来变成什么样子，我都跟着你。我早就打定好了主意，这一生一世都要跟你在一起。不管你的眼睛能不能治好，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照顾你，直到我死，绝不后悔。平之，就让我在这里把自己都交给你吧。什么意思？意思是，今天晚上就在这儿，让我们洞房花烛。从今以后，让我们做一对真正的夫妻。够了！你走，平之，平之，你不要你可怜我，走啊！你恨我，你恨我，对不对？从我们成亲的第3天，我就知道你恨我。可是你既然恨我，那你干嘛还要跟我成亲呢？不恨你不恨我，那为什么白天当着爹娘，你对我温柔体贴，可是到了晚上，一关上门，你就对我不理不睬？爹娘问过我几次，你对我怎么样？我都告诉他们你对我很好。我不恨你，
但是我恨你爹。不过我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帮我隐瞒的话，恐怕早在华山之上，我就会死在你爹的剑下。你在说什么？我爹他怎么可能会杀你？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你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实话告诉你，其实早在福州，那件袈裟就是你爹偷的。他回来以后还威胁我，让我和他一起栽赃嫁祸给大师兄。你也不想想看，令狐冲那种乱七八糟的剑法，怎么能和我们林家的辟邪剑法相比呢？林平之，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爹他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我不想再听你说下去，我不想再听你说下去了。你不想听我就一定要说，我不想听，事情全部都告诉你。我要让你知道你爹是什么样子的人，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辟邪剑法。你要听清楚，我曾祖父林远图在做锦衣卫之前，他原本是一个和尚，这一点连我爹他自己都不清楚。他把辟邪剑谱抄到了一件袈裟上，而等到还俗之后，那件袈裟就被他藏在了家中的佛堂里，也就是现在向阳巷的故居。那么久远的事，你不可能知道。因为林远图已经把辟邪剑谱的来历清清楚楚地记在了袈裟上，他还千叮咛万嘱咐，说这种武功是一种极其阴险毒辣的武功，只要修炼它，就会绝子绝孙。起初我以为修炼的祸患会等到10年8年之后才会出现，可是见到了剑谱上面的招式，真是太吸引我了。我一时控制不了，就开始学了。等我练了之后才知道，我祖父根本就不是林远图的儿子，他是被买回来的。他买妻买子，其实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掩人耳目？不错。当时我们婚期将至，可三番四次想跟你成了亲之后再练这套剑法，但是我终究抵挡不了诱惑。于是那天，我在那个山洞里打开了那件袈裟，我看见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辟邪剑谱要诀第1册”。辟邪剑法是主练内功的心法，如果我不自宫的话，我就会走火入魔，就会欲火焚身，就会全身将瘫而死。远图公当年为了掩人耳目，假装娶妻生子，跟我成亲，也是为了掩人耳目。不错，不过我只是为了掩你爹一个人的耳目。你现在知晓了，是不是很恨我？我由始至终都没有恨过你，你也是为情势所逼，实在无可奈何。怎么说，我爹也和你一样，都回到自宫了。没错，你想想看，堂堂的武林掌门，竟然会挥刀自宫，如果传出去的话，岂不耻笑于江湖？现在你明白你爹是怎样的人了？现在你明白我林平之是怎样的处境了？是我错怪了大师哥。其实当时爹跟我说是大师哥偷了袈裟的时候，我也不相信，只是他的武功突飞猛进，连爹也打不过他，所以我才会相信。现在看了这个世界上，相信大师哥的人只有娘一个。大师哥，大师哥，
事到如今，你口口声声念叨的还是大师哥。你猜的没错，你娘的确是喜欢你大师哥。为了你大师哥，你娘跟你爹不知道吵过多少次了。其实，在很早之前，你娘就已经发现你爹胡须脱落、声音变尖、行为怪异，她就已经知道你爹在练辟邪剑法。相信现在，你娘也应该知道你爹不是一个男人，但是他一直苦口婆心的劝他放弃修炼。你爹为了敷衍他，就把那件袈裟丢到了窗外。正所谓皇天不负有心人，那天晚上我正好在他们窗户外面聊天，于是那个袈裟就莫名其妙的丢到了我的手里。可是你爹没那么简单，他已经把辟邪剑法的口诀牢记于心，只不过你娘是一时被蒙在了鼓里。你爹是个什么样的人，相信你也明白了。当日在风扇台，他跟左冷禅对决的时候，你爹跟左冷禅他们同时都使用了辟邪剑法。而左冷禅的辟邪剑法则是有形无实，如果不是他剑术底子好，早就被你爹一剑刺死。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左冷禅的辟邪剑法究竟是从哪儿学的？林少侠，林夫人，在下是奉嵩山派左掌门之命前来援手。多谢阁下出手相救，不知阁下高姓大名？左掌门获悉少侠和夫人受奸人所害，身受重伤，特派我前来保护两位到安全的地方疗伤，保证不会让岳不群找到。左掌门和阁下的好意，在下已经心领。而至于疗伤一事，在下自能料理，不必劳烦大家。请恕在下直言，阁下的双目乃是塞北明陀所伤，不但复明无望，除非是左盟主亲手医治，否则阁下的性命恐怕不保。我跟左盟主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对我如此厚爱？正所谓同仇敌忾，左盟主双目失明，亦为岳不群所伤。但阁下双目失明，归根究底，罪魁祸首是岳不群。况且少侠你练成了辟邪剑法，恐怕走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岳不群的魔爪。而且还有岳不群心爱的女儿朝夕陪伴在少侠身边。即使少侠你本领再大，也难防枕边人的暗算。少侠，你好自为之吧。小师妹好眼。没有死。当日你们在福州发现的那具尸体，只不过是我的计策。我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岳不群那个狗贼又怎么会放过我？爹根本就是个伪君，是个卑鄙小人。他这句话说的倒是没错。当日我在客栈被黑衣人刺伤。我在昏昏迷迷的时候，一人走下的一张金箔纸，而那张金箔纸就是源自于那天我祭拜父母所留下来的。正巧那一天你也见过，如果不是因为这张金箔纸，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你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要再说了，我求你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林师弟，当日若不是岳不群发现了我，追出去想杀人灭口，恐怕你真的要魂飞天外。如此说来，
我倒是救了你一命。那我倒要谢谢劳师兄。也不知劳师兄是何时改投嵩山派？哼，林师弟，你误会了，不是改投，我原本就是嵩山派的弟子。左盟主是我的授业恩师，他让我改投华山派，只不过是要探查岳不群的武功和华山派的动静。